8年前我站在這邊拍照，都覺得身體快要濕了，但是現在完全沒有感覺到水汽。哇，這個湖水少好多哦！以前這個湖是滿的耶，怎麼8年的時間變那麼多啊？哦，我本來要坐船去英國大使館，結果因為水位不足，船開不了。你好，我是獨活男子 Leslie， 歡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紀錄影片。我來到栃木縣的日光，而且會在鬼怒川溫泉住2個晚上。在這裡，我一定會去參觀世界遺產日光東照宮，而且會在我身後的中禪寺湖好好的漫步遊走。相隔8年的時間，本來以為會見到懷念的景色，沒想到眼前的風景已經和我記憶中的模樣截然不同了。具體的感受就是連旅行的計劃都被迫跟着調整。想知道這段旅程中我遇到了哪些難忘的景色和令人驚訝的畫面嗎？現在就跟我一起走進日光這段既療癒又震撼的旅程吧。我剛從湯野上溫泉站坐會津鐵道到會津田島站，在這裡等特急列車前往鬼怒川溫泉。這裡有個連 Google Map 都沒有顯示的隱藏優惠，乘坐特急列車到鬼怒川溫泉，不需要特急券，也不需要劃位。坐這班特急竟然就是用一般的車票就好，這是會津鐵道到鬼怒川溫泉這一段才有的優惠。因為剛剛一直很擔心沒有特急券不能坐車，站務人員再三叫我放心搭乘，只要有空位都可以坐。一直耳聞鬼怒川溫泉已經沒落了，不知道等一下會看到什麼樣的景色。我到鬼怒川溫泉了，車站裡面有一個大大的鬼字燈籠，鬼怒川的代表形象。車站前一樣有個免費的竹湯，還蠻多人在這邊泡竹湯的。其實我很多年前有來過日光，但是沒有來過鬼怒川溫泉。之前一直聽人家說鬼怒川溫泉經過泡沫經濟，這邊已經荒廢很多了。但我該到車站人還蠻多的，一點都沒有荒廢的感覺，反而還有超越我之前去過很多溫泉小鎮的那種熱鬧感。這裡有一座橫跨鬼怒川兩岸的大吊橋，我現在要走過去看一下。這座吊橋的名字是鬼怒水岩大吊橋，全長140公尺。這算是很大型的吊橋，不過走在上面還是會覺得很晃。橋面離溪谷約40公尺，不過實際感覺好像更高。往鬼怒川上游的方向看，左手邊的水岩高約70公尺，因為形狀像古時候的盾牌而得名。
哦，上來不覺得高，下去反而覺得有點害怕。這是我要住2晚的鬼怒川日光酒店。剛剛入住的時候，直接在櫃檯領取了我的大行李箱。幾天前我離開仙台的時候，就把行李宅配到這裡了，所以中間在福島都是空手旅行的狀態。我非常推薦空手旅行的方式，會輕鬆很多。我把如何空手旅行的小技巧寫進東北漫遊筆記裡了，大家快去下載電子書吧。來開箱一下房間，一進來有3個門，來猜一下哪一個是房間的門？我猜是左手邊啊。哎，猜對了。標準的榻榻米房間。我的是最角落這一間，那這一間呢，我這個視野會很好。哇，這電話非常的復古，我記得是我非常小的時候，我們家也是用這種轉盤的電話。哇，這裡還有個小小的枯山水，比我昨天住的民宿還小一點，但我覺得這視野是無敵視野了。飯店的晚餐是自助的形式，菜色很多，不過我最有印象的是現烤的牛排。這間飯店以家庭客為主，晚餐分好幾個時段，但餐廳仍是全滿的狀態，根本聯想不到鬼怒川已經沒落的說法。2樓的浴場非常大，戶外的浴池以山谷為背景，甚至能俯瞰鬼怒川。放鬆身心之後，這一天晚上真的睡得特別沉。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夏天旅行雖然很熱，但有一個很明顯的優點，就是白天很長。我其實不需要睡很久，大概5點天亮就醒了，可以很悠閒的在房間欣賞風景。吃完飯店的自助式早餐，我就準備出門了。今天的行程是沿着中禪寺湖的景點走走逛逛，從鬼怒川溫泉站坐東武鐵道到下津市，再換車到東武日光。聽起來有點小複雜，但其實30分鐘左右就到了。沿途風景很美，一點也不會有出行交通的壓力。從日光站再換乘巴士約45分鐘，就會到今天的第一站華岩瀑布。我現在要去華岩瀑布，其實我8年前就有來過華岩瀑布，那時候水量還蠻大的，聽說現在水量變小了，我很怕再不來，這個瀑布就要消失了。這個水量真的比我8年前來小非常多。我等一下要下到瀑布底下去看，那邊看比較震撼。這裡很奇妙，像是蟬、鳥都在跟瀑布比，看誰叫得比較大聲。我要坐這個100公尺左右的電梯到瀑布底下。這個電梯是在山壁裡面，所以一出電梯就會覺得非常涼快。走出山壁的隧道，迎接我的不是震撼的瀑布，而是一段陌生的畫面。
哇，從底下看更覺得比8年前小非常多。8年前我站在這邊拍照，都覺得身體快要濕了，但是現在完全沒有感覺到水汽。華岩瀑布高低落差97公尺，是日本3大名瀑。我用非常震撼來形容8年前這裡的景色，現在我只能用娟秀來形容這裡了。我查了一下，這裡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主因是水源的中禪寺湖因為長期少雨和極端天氣而造成水位下降，連帶影響瀑布的水勢變小。甚至半夜的時候會透過人工止水以保留水源，也就是說半夜的時候瀑布會消失。這裡的說明弱水量這邊它有修改，所以一定是比之前小非常多。8年前的震撼是瀑布衝擊的水勢，而今天的震撼是看到自然的劇烈變化，甚至開始擔心，如果下次再來，這裡還會剩下什麼呢？穿過巨大的鳥居，我打算沿着中禪寺湖散步一下，卻看到另一個讓我吃驚的畫面。哇，這個湖水少好多哦！以前這個湖是滿的耶，怎麼8年的時間變那麼多啊？我真的有嚇到哎，因為8年前這個湖水量絕對不是現在這樣子，現在這有點叫做乾涸了吧？中禪寺湖海拔約1269公尺，是日本海拔最高的湖泊之一。湖岸周長25公里，約2萬年前由男體山噴發而造成的堰塞湖。就在這裡看湖發呆，真的很悠哉。其實湖水還是蠻清澈的啦，但是水量真的少太多了。中禪寺湖是釣鱒魚的聖地，但因為水量下降，連帶影響釣客和租船生意。一旁有個高度約3層樓的湖畔展望台，這裡視野很好。中禪寺湖被群山環抱，形成絕佳的構圖。回頭看，男體山就站立在身後，近距離感受神山的壯麗。因為視角的關係，展望台這裡反而看不到裸露的湖岸。算是劇烈變化下少數維持優美姿態的畫面。我來看這裡另外一個瀑布，不過這個瀑布跟早上看的華岩瀑布感覺比較不一樣。瀑布底端的水潭有一塊巨大的岩石，將水流一分為二，
兩側的水流看起來像龍鬚，中央岩石像龍頭，因此而得名龍頭瀑布。不過，龍頭瀑布不只有這一小段垂直落差的景色，往上游走就會看到很不一樣的風景。跟剛才黃岩瀑布那種垂直落下的瀑布很不一樣，這邊比較像是平緩、很多階的這種小瀑布。龍頭瀑布雖然不是高度垂直的落差震撼，但這邊距離很近，觀看的角度很接近，可以感受到水汽，加上水量比較多，反而有不一樣的震撼的感覺。龍頭瀑布是奥日光三大瀑布之一。因為男體山噴發的熔岩形成階梯狀，水流時而平緩，時而湍急地沿着岩層流瀉，變成非常特別的風景。走到頂端，這裡有個層次非常豐富的構圖。哇，這個角度好震撼，又可以看到瀑布的頭，也可以看到遠方的中禪寺湖。長約210公尺，寬約10公尺，不是傳統定義的瀑布形態，卻更能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瀑布、森林、湖泊、藍天，這裡像是4D 的極致體驗，既有豐富元素構成的平衡畫面，也有景深造就的無敵視野。走回中禪寺湖畔，我打算坐船前往下一站，在碼頭邊卻非常具體地感受到自然變化帶來的影響。我本來要坐船去英國大使館，結果因為水位不足，船開不了。旅行就是會出現這些小意外，不過就是變通嘛，也沒什麼大不了的。Is fading fast from this old town, we gotta go. Our bags are packed, so what we waiting for? There's no point in delaying what we both already know. Escape this town with me. Escape this town with me. We could rent a room and watch the stars dance round the moon. Fall asleep to the sounds of the sea. With you right by my side, it's such a sweet life. Escape this town with me. Escape this town with me. Escape this town with me.
湖畔附近還有2座銅製的鳥居，這裡會通往二荒川神社的中宮祠。這裡有好幾個石雕，剛才有看到貓頭鷹，現在還有龍貓。從冰鳥居的角度往上看，八角神門前有2棵高大的杉木，像是守護這一區的神秘感。二荒川神社中宮祠建於1701年，供奉二荒山大神。自古以來，海拔2486公尺的二荒山，也就是面前的男體山，被視為聖山，所以這裡也是日光的守護神社。這裡是扇子的發源地。雖然眼前的神社看起來範圍不大，但其實整體的二荒山神社涵蓋了日光國立公園中大部分的山脈，連明天才要去參觀的神橋都是二荒山神社的範圍。透過鳥居欣賞中禪寺湖，似乎多了一分神秘與寧靜，卻也多了一點點悲傷。同一片景觀，只用了8年就變成不一樣的風景。原來我們離自然變遷的距離那麼近了。中禪寺湖的觀光船本來有4個停靠碼頭，因為水位下降，目前只剩船橋站能勉強停靠。原來的觀光船就變成環湖一周，中途不停靠的遊船行程。其實獨旅最有趣，也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不一定是完美的行程，反而是這種突發狀況，應變之後會看見沒有預想過的風景。These days are running slow. Sunsets and shores far from home. Headlights are shining on the sea. No place on earth I'd rather be. And I could try to just follow the swell, but I'll never find this anywhere. 我本来要在那一邊上船的，結果改變計劃。不過也還是上船了啦，只是沒有辦法去英國領事館那一邊看看。Into all those places on the wall, and none come close to this, I'm sure. You try to say the sunrise the same, but tell me, have you ever danced in the rain? And I could try to just follow the swell, but I'll never find this anywhere else. Try to just follow the swell, but I'll never find this anywhere.
結束將近1個小時的環湖行程，我也準備要回飯店了。下山的巴士和上山時是走不同的路線，會經過連續的髮夾彎，每轉一個彎都覺得自己和秋名山車神更近一點了。回飯店的路上，在下金市站轉乘的過程中，也有很多小驚喜。月台上竟然有一個洗手台，這很少見。而且竟然真的有水。在這裡，我遇見了超美的夕陽。難道美好的風景都很難維持嗎？眼前的夕陽又讓我想到今天看見的中禪寺湖，好像失去了曾經的風景，卻加深了記憶裡的美好。時間也許改變了視覺的感受，卻也留下了衝擊後的珍惜。雖然我在鬼怒川溫泉住了2晚，但白天我都離開這一區到日光的範圍。其實這裡很值得多花一點時間停留。退房之後，我利用最後的空檔，再看一眼鬼怒川河岸的風景。拜拜，鬼怒川溫泉。鬼怒太是鬼怒川的吉祥物，溫泉裡共有8座不同造型的鬼怒太雕像，可以當作尋寶遊戲，找一找他們的足跡。第一站，先來到日光世界遺產的門戶，也就是神橋。上次來，我只有在外面看，並沒有走到橋上。這次我要走進去看看。神橋是日本3大奇橋，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建造歷史最早追溯到奈良時代，被尊為聖橋。傳說神明將2條蛇變成連接兩岸的橋，以此幫助僧侶過河，增添了這裡的神秘與趣味。隔着馬路祈求生殺大王的庇佑，感謝他留下這段美麗的傳說。橋身長約28公尺，寬7.4公尺，水面上橋高10公尺，優雅的弧度與周圍的山林與流水相映成趣。哇，這個水好清澈，從上面看都可以看到河底。夏天的時候來這裡，全部都是綠色的植物，然後再配上這個虹橋，感覺會更顯眼。但是真的太熱了。走出來之後，我覺得最好的拍攝角度，
其實就是馬路旁邊的位置。綠色山林中的紅色橋身，與大谷川峽谷的秀麗相得益彰，絕對是攝影師的夢幻取景地。世界遺產日光的神社。接着我要深入世界遺產142社，雖然8年前有來過，但這裡的壯觀建築和華麗裝飾，很值得再來一次，好好的品味一番。這裡有好多高大的杉木，聽說裡面有12000多株的杉木。日光山龍王寺創建於西元766年，主殿是日本東部最大的木造建築。山佛堂是日光山的總本堂，堂內供奉2組三尊佛像，一組是3尊高7.5公尺的巨型佛像，另一組則是懸掛式佛像。旁邊有個很像法器的裝飾，其實就是佛塔塔頂常見的經典裝飾像輪。龍王寺這一區的建築規模都很大，卻又有着反差的親近感。走進一旁的參道，光看人潮就知道要進入東照宮的範圍了。我上次來的時候人也是好多，聽說這裡沒有人少的時候啦。五重塔這裡有個有趣的資訊，所在位置的海拔高度是634公尺，和日本最高的晴空塔高度完全一樣。穿過表門的驗票口，就會出現人聲鼎沸這句成語最具象的表現。馬廄也是重要文化財，這裡最有名的就是上面有3隻猴子，這3隻猴子分別代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但其實仔細看，這裡不只是3隻猴子，總共有10隻猴子吧？為什麼馬廄這邊有猴子呢？有個說法，猴子會保護馬，但其實馬比猴子大那麼多，還需要猴子來保護嗎？這個說法挺有趣的。我看到有小朋友在模仿猴子的動作拍照，非常的好笑。神庫是存放祭祀物品的庫房，同樣帶有華麗細膩的裝飾。這是守水社，這是我看過最華麗的守水社。陽明門是國寶，也是來日光東照宮最主要的看點。這裡非常的華麗，因為會讓人看到黃昏，所以又有日暮門的別稱。陽明門被譽為日本最美麗的門。
集結了江戶時代建築與裝飾的精華，多達500處的精美雕刻，被登錄為國寶。陽明門有12根柱子，又叫做逆柱，磨除的逆柱。陽明門身後就是正殿，堂門也是國寶。穿過頭頂有隻棉貓的走廊，爬上207段台階，就會到德川家康長眠的奧殿。這是德川家康的墓。紅質的寶塔被沉穩的石牆圍住，還有高大古老的樹林圍繞，整區有種靈氣繚繞的氣氛。來日光東照宮見學的日本學生非常多，也有不少外國留學生組團來參觀，可見日光東照宮對很多人都有一生要參觀一次的吸引力。穿過高大杉木包夾的參道，這裡團客比較少，開始進入二荒山神社的範圍。昨天在中禪寺湖一旁參觀的中宮祠，其實就是二荒山神社的內殿，而現在身處的二荒山神社則是本社。二荒山神社的主神掌管福運和姻緣，是求姻緣的好地方。這裡有一隻祈求金運或是幸運的兔子，第一次看到全身都是金的兔子。胜利的大蛇，這根本不是蛇啊，這是龍了。參觀的時候天氣很熱，加上身上的水喝完了，喝到靈泉的那一秒，真的有被神明拯救的感覺。有別於東照宮的喧鬧，二荒山神社像是另一個祥和的世界。時間慢了下來，心情也變得比較輕鬆。喝下一口清澈的泉水，身心也跟着被淨化。柔和的口感透着淡淡的甘甜，流進身體一股療癒的力量。離開二荒山神社，很多人都以為整個世界遺產的範圍都參觀完了。其實往右手邊再走一下，還有輪王寺的大遊院可以參觀。也由於很多人都忽略了這一區，以致這裡少了剛剛在東照宮的吵雜，終於回歸古寺本該要有的寧靜氣氛。
大遊院是德川幕府第3代將軍德川家光的陵墓，範圍內的建築裝飾多採用金色和黑色，境內充滿莊嚴寧靜的氣氛。虽然這裡的華麗程度有着不能超越祖父德川家康的默契，但這裡的氣氛非常安靜，反而比東照宮更適合慢慢的參觀品味。離開前意外發現病死的小店。我在盛岡也偶遇過病死的快閃店，所以很好奇這裡有沒有販售一些日光限定的商品。逛一逛不算大的店鋪，像是用現代商業對文化遺產畫出一條界線，重返熟悉的繁榮世界。前一天的中禪寺湖行程和今天的日光世界遺產行程有着強烈的反差。自然一直在變，但歷史人文卻努力地保持不變。東照宮依舊華麗，輪王寺依舊莊嚴。還有另一個沒有變的，就是東照宮參道上不停湧入的人潮，持續支撐日光的觀光霸主地位。旅行最大的價值，或許不是留下多少漂亮的照片，而是在看見這些地方真正的樣子之後，刺激更深層的思考。原來有些風景，並不是理所當然的存在。8年前我來日光，是為了欣賞人文歷史和自然美景。8年後再次回來，才發現有些風景只會活在記憶裡。不知道我還會不會再來一次，也不知道它會不會變成另一種風景。也許我無法阻止這些改變，但也許我能先從自己的旅行開始，支持願意保護環境的住宿與店家，帶着一點點負責任的方式進行每趟旅程。也許力量不大，但每次的小小努力，希望能把這片美麗維持得再久一點。結束日光的行程，我接着前往水戶，卻在這裡遇見了颱風，整趟行程大亂，不得不做出調整。想知道我的旅程還有哪些特別的故事嗎？歡迎訂閱我的頻道並開啟小鈴鐺通知，這樣就不會錯過我的新影片了。另外，我把整段東北的旅行編寫成筆記電子書，裡面除了記錄詳細的行程，還有實用的旅行技巧，歡迎下載哦。
Stay in this moment, never think about going. Won't you stay with me for a little while? Stay in this moment, never think about going. Won't you stay